发小带怀孕的妻子去老公推荐的蜜月之地旅游，却不想发小意外去世，老公对她留下的孤儿寡母心怀愧疚，百般照顾。同为女人，我原本也想着帮一把，可后来老公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，还要给他们母女买一套700万的房子，甚至在我小产那日，老公对我不管不顾，一心扑在他们母女身上。李曼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善妒？林姐如今一个弱女子，还带着个孩子，很多事不方便，我多照顾点儿也是应该的。我冷哼，那你就照顾一辈子去吧，老娘可不伺候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收到银行卡支出的消息，我直接眼前一黑，抓着手机的手用力到骨节泛白，深吸口气，我直接给汪一航打了电话过去，那头许久才接通。我尽量心平气和问：老公，你做什么了？怎么突然花了这么多钱？我跟汪一航是校园步入婚姻，在一起9年，结婚第4年，感情如胶似漆。他家有个小公司，年收入不错，每个月都会主动把工资上交给我，因此家里的全部钱都在我的卡里。电话那头男人声音顿了下，然后不在意说：哦，没什么，就是给林姐买了套房子而已。我一听，心底火气就直往上冒，声音拔高了几分，质问：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小数目，而是整整700万啊！竟然提都不跟我提，就一幢房子送出去了。那头男人声音不悦：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又没想瞒着你，本来就准备回去跟你说了。林姐原来住的那个地方，那些邻居欺人太甚，知道家里就剩他们孤儿寡母，总是故意刁难她，他们实在太过分，那么欺辱林姐，那地方自然不能再待了，自然要给林姐换个房子住。我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你要给林姐换个地方住，我没意见，可那么多物美价廉的小区不都不错吗？怎么买了那么贵的房子？我苦口婆心说：一航，我知道你对林姐心怀愧疚，可是如今我刚刚怀孕，以后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的是，不能这么花钱啊。我跟汪一航备孕1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刚刚怀上不久，如今2个多月，确认是双胞胎，但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胎相不稳，医生说后续必须要保胎，双方家里还有几个老人要养，这以后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的是，经济压力也很大呀。汪一航声音很是不悦：曼曼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是我害了齐哥，是我们愧对林姐，自然要竭尽全力补偿，怎么能将就委屈她？行了，我这边还有后续手续要陪着林姐办，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说完这话，电话便被直接挂断了。我胸口憋闷得紧，感觉牵扯着肚子都有点抽疼了。几个月前，汪一航发小突然问他，我们当初度蜜月的地方是哪里？要带着怀孕妻子散散心。汪一航就告诉了他，却不想发生意外，发小掉入大海淹死了，尸体都没找回来，留下了马上要临盆的妻子林之意。回来以后，汪一航就愧疚不已，他红着眼睛抱紧我：曼曼，是我对不起他们一家人，如果我没提那个地方，齐哥也不会发生意外，是我害了他。我沉默地让他抱着，手轻轻拍着他后背安抚：一航，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？是他询问咱们度蜜月地方，自己要去的，这只是个意外。汪一航摇头，声音闷闷：都怪我。曼曼，以后咱们多照顾些林姐吧，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太难了，
我为了让她心里好受，就答应了下来。可我以为的照顾，只是偶尔多看顾林之义母女些，对方遇到什么困难，能帮就帮一把。最开始的确是这样，可后面就变了。林之义被丈夫死讯刺激的早产了，孩子身体不好，在保温箱里待了1个半月。这期间10几万花费全都是我们承担不说，她月子期间总是哭，汪一航愧疚的天天去陪着，一天24小时，除了偶尔的工作外，几乎都围绕着他们母女忙前忙后。担忧她产后恢复不好，特意请了金牌月嫂照顾不够，还把那个早产女孩认作了干女儿宠着。那我一度觉得他们才是一家人，心底很不舒服。本以为林之义出了月子就好了，可根本没有。出院后，他3天2头就把汪一航喊过去，孩子哭闹不止，家里水管坏了，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各种小事。汪一航也不厌其烦的永远第一时间赶过去，甚至到如今每个月要给他们母女2人打5万生活费。要知道，小齐活着时工资也才15000左右，他们家就是一个普通家庭，如今生活水平高了几个档次。今天更过分，竟然说也不说送了那么贵的一栋房子。我强烈意识到，绝对不能再这么放纵下去了，补偿也要有个底线。汪一航是我的丈夫，以后是我孩子的父亲，他应该以我们这个小家庭为重，终究不是林之义母女2人的。他如今的报恩已经失了分寸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晚上的时候，汪一航回来了，他手里抱着襁褓，身边跟着林之义，眉眼都是笑。林之义今年已经30了，刚刚出月子不久，身材还有些丰盈，但更显得成熟女人的魅力。她容貌只算是清秀可人，看人的眼神永远怯生生的，如同一朵需要人保护的菟丝花。她突然就朝着我弯腰鞠躬，眼眶发红，怯懦道歉：“曼曼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让你跟一航吵架了。”他着急地解释，这件事不能怪他，是他今日来找我的时候，恰巧遇到几个邻居说话不干净。他一怒之下，便冲动地拉着我去买房，又连忙看向汪一峰，劝着：“一峰，你快跟弟妹道个歉。”我就说，那房子我不能收，本来也没什么，这些邻居也就说话难听了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那怎么行？男人立即皱了眉，看向林之义的眼神满是怜惜。若被我今日撞见，你还要受多少委屈？他看向我，态度坚决：“曼曼，你不知道那些邻居多过分，说话那么难听，全是污言秽语。你要是在，肯定也会气愤的不行。林姐绝对不能待那个地方了。房子我已经全款买下来了，写的林姐名字。这房子的事就这么定了。”我张了张口，还是不想同意。那可是700万啊，不是小数目，是我们夫妻这些年一起赚的共同财产，如今却要这么平白送出去。但最终我沉着脸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想着便用这笔钱买断这恩情。有了房子，加上这几个月我们里里外外给出的几十万，也够补偿林之义母女了，大不了再给她找一份安稳的工作。哦，咱们囡囡醒来呀！这时候，怀中的女婴醒了过来，汪一航立即眉眼慈爱地低头逗弄，叫爸爸。来，我是爸爸。旁边的林之义则在旁边满脸温柔看着2人，不时也凑过去摸摸孩子。2人脑袋凑得很近，几乎快要贴在一起了。这么一看，真是幸福的一家3口人啊！我一直忍着脾气，沉着一张脸，直到傍晚送走林之义母女，门一关上，我再也忍不了自己脾气了，沉着脸坐到沙发上。老公，我们坐下谈一谈吧。汪一航揉了揉脖子，语气带着疲惫。老婆，
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楠楠这孩子实在是不让人省心，陪他玩了一天，我实在累了。汪一航，我声音陡然沉了下来。行，曼曼你别生气。男人连忙又重新站起来，坐到我身边，将我揽入了怀里。他满脸笑意，讨好说：“老婆大人说什么我听着。”我很是讨厌他这嬉皮笑脸的模样，一把将他推开。我们必须好好谈一谈林姐的事。汪一航愣了下：“林姐怎么了？你不觉得自己给他们太多了吗？”我将一直记着的账单甩到他面前：“自己看吧，短短4个多月，不算今日送的房子，已经为他们里里外外花了70多万了。这愧疚要补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这些钱够了吧？”发小的死说白了跟汪一航本就没有关系，念在他跟男人往日情分上，给了这么多钱，这愧疚也该弥补了。汪一航皱着眉，看见我的眼神，仿佛我说了什么难以置信的话，他语气不耐：“都说了林姐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很困难，她如今还要照顾囡囡，也不能出去工作，咱们若不多照顾几分，让她怎么办？”顿了下，何况公司业绩越来越好，今后只会越赚越多，给林姐的那些补偿给了就给了，很快就赚回来了。我心底火气又涌了上来，噌的一下站起身，冷冷地望着他：“汪一航，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我肚子里怀的才是你的孩子。你不觉得你对林之义照顾得太过了吗？甚至我今天下去，听到小区里的一个婆婆误将你跟她当一家3口，你如今钱给他们花，时间也都陪在他们母女身边，你这到底是心里愧疚，还是别有所图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？够了！”汪一航脸色铁青望着我：“李曼，你怎么心思这么脏？你还是人吗？这么侮辱林姐！”他眼神失望地看着我：“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咱们快10年的感情，你这么不信我？林姐可是小齐的妻子，我怎么会做出那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？退一步，林姐大了我5岁，还刚刚生了女儿，我们怎么会有什么？”那晚的谈话不欢而散，男人直接拿起衣服摔门离开了。屋内安静下来，只剩我一人。我当时有点后悔了，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太过分了，有些疑神疑鬼的。我从小到大都是人人夸赞的美人，家世性格好，追我的人数不胜数，而林之义容貌只算清秀，学历家世平平，加上还带着个女儿，看起来也是腼腆内向性格，怎么看两人也不可能发生什么。可到后面我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。汪一航那天吵架后，接连几日没回来，手机电话也不接，我便更是愧疚了，觉得自己或许真的做错了。因此等到汪一航终于回来，我立即主动示软道歉，从身后抱住他的腰，蹭了蹭：“老公，前几天晚上是我说话太过分了，不该怀疑你跟林姐的。等过几天假期，把林姐叫家里来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”汪一航身子一僵，但很快就放松了下来，恢复自然，温声说：“先不用了，毕竟是团圆饭，到时候把咱们爸妈请过来一家人吃饭，林姐过来不合适。”我有些惊讶，随即很是高兴地踮起脚尖，朝着他脸上亲了一下，笑眯眯道：“老公，你这是想清楚了，将我那些话听进去了。”汪一航眼神躲闪了一下，而后温柔扶着我坐下，他很无奈宠溺：“我这2天出去冷静了一下，仔细想了想，也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跟林姐是该保持些分寸。好了，你如今怀着孕，肚子里揣着2个呢，可别这么毛毛躁躁的。”我听到他的话，心中也很高兴，
一直紧绷的身子也渐渐放松了下来，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依然平坦的小腹上。孩子们还小呢，性子很乖巧，我都没有任何不适反应，都要忘了自己怀孕了。我心中这些天的郁闷似乎一扫而空，很是甜蜜地靠在他的胸膛上。那天过后，我们的感情似乎回到了最初热恋期，如胶似漆地粘在一块。汪一航接下来大半个月都没有再联系林之义那边，专心陪着我，对我也越发的好。等咱们的孩子出生了，你养好身子，把孩子让爸妈带着，咱们就出去旅游。他与我说很多未来的畅想，生活似乎回归到了林之义没出现时一片的平静。就这么过了1个月，我肚子渐渐显怀，出现了一些不适的反应，精神也越发不济。林之义母女2人似乎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老公，明天你陪我去产检吧。我撒娇地靠在汪一航怀里，此时眉眼前都是幸福。男人身子顿了下，声音放柔：抱歉曼曼，恰巧明天公司要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，必须要我亲自去，怕是不能陪你了。我心中有些失望，因为怀孕至今都是我一个人去孕检保胎的。因为前面几次汪一航都要去陪着林之义帮忙照顾囡囡，我这边自然就被冷落了。我放心叮嘱：那好吧，只是这次我要去保胎，要住院2天，我不在家，你也不要随便糊弄的吃，对身体不好。你出去吃，去医院保胎便是2日过去。虽然遭了很多的罪，但是我却感觉很幸福。如今4个多月，已经能感受到孩子的胎动了。这是我跟汪一航期盼许久的孩子，我迫切地想要和汪一航分享孩子胎动的喜悦。可回到家里，他竟然没在家。正常这个时间他已经下班回家了。我疑惑地打了电话过去，那头许久才接通。我欣喜唤了一声：老公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那头顿了下，传来女子轻柔的声音：是曼曼呢？是林之义的声音。我脑袋轰的一下，空白了一瞬。我看了一眼那已经11点的时间，握紧了手机，声音紧绷：林姐，怎么是你？汪一航现在跟你在一起？林之义连忙说：曼曼，你别误会啊，一航他的确跟我在一起，但是因为楠楠闹着找他才过来的。我明显听出他话语中的心虚，隐隐地听到那边传来水流声，似乎有人在洗澡。我声音越发冰冷：汪一航呢？为什么是你接的电话？他那边女人声音支支吾吾，然后怯懦说：曼曼，你别生气，刚刚囡囡弄脏了一航衣服，他去浴室处理一下，他手机放到了外面，我一看是你，这才接通。等一会儿他出来，我就让他回去。我一听这话，怒火几乎要压抑不住了，指甲深深掐在掌心。到底我是汪一航的妻子，还是林之义是？瞧瞧这女主人的口气，真让人恶心。她这是把汪一航当自己老公了吧？孤男寡女大晚上的共处一室，汪一航在浴室，我是个傻子才会信他这话。我反而语气平静：半个小时内让他立即滚回来。而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捉贼捉赃，捉奸在床，因此我没有直接在电话里质问发怒，那什么用都没有，只会让人看了笑话。我从来不屑于做这样的事。晚上11点30分，汪一航大口喘气回来了。我伸手开了灯，顿时眼前光线就是一亮，而后不由分说，扬手就是一个巴掌扇过去。我冷笑：狗男人，不要脸！他完全被我这突然的一巴掌扇懵了，而后勃然大怒：李曼曼，你发什么疯？他铁青着脸：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又在这里发什么疯？不过就是怀个孕，
整天跟个疯婆娘一样。你那么向林姐质问我的行踪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会让林姐很难堪，双方都很下不来台，你也很让我丢脸。我冷眼盯着他，讥讽说：汪一航，孤男寡女，大晚上共处一室，你还在林之义家洗澡，你自己说说，要我如何相信你们什么都没发生？我眼眶都有些红了，既怒又气。我让你陪着我去医院保胎，你不去，你说你没时间要出差。呵，林之义一换你就有时间了。汪一航眼神飘忽了一下，但很快色厉内荏，拔高声音训斥：真是不可理喻。他冷冷地望着我，你明知道囡囡年纪小需要我陪着，有什么事能有孩子重要？你就这么疑神疑鬼的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说着就迈步要往楼上走去，这一转身，我眼神顿时一凝，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。这是什么？我手一下扯开他的衣服领子，露出了藏在下面的3道抓痕。那暧昧的抓痕，是个成年人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分明是女人抓的。汪一航似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变了变，猛地转过身来，摸了摸自己的后脖梗，声音紧绷：哦，可能是不小心划伤了，我先上楼了。可我怎么能让他走？我气得拿起手边的抱枕，狠狠朝着他砸过去，怒着大喊：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好啊，你竟然真的跟林之义搞到一起了，你可真是对你的齐哥愧疚啊！替他照顾妻女，竟然直接照顾到床上了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要不要脸？你们上床的时候也不怕齐哥鬼混气的找你们索命？虽然隐隐有他们可能真的不清不楚的意识，但我真的没想过他们居然真的能上床了。想到这两人表面姐弟相称，我恶心的脸色煞白，差点要吐了。我指着他，一字一顿：你们真令我恶心，两个贱人！汪一航被我说的脸色涨红，难堪至极，却依然嘴硬：你乱说什么？你怎么心思如此龌龊，这么随便侮辱我跟林姐清白？你还狡辩？你敢不敢把身上衣服都脱了给我检查？我拍下来问一问你父母，看看他们是不是也认为是不小心划伤的。男人眼神越发飘忽，恼羞成怒：你真是有毛病！我今晚出去住，你自己冷静冷静吧。然后拿起衣服便要推门出去，我一急，伸手去拉扯他：不许走，把衣服脱了。李妈妈，你给我放开！他脸色难看至极，然后突然手上一个用力，狠狠将我甩开。什么时候你冷静了，我们再谈。我始料不及他竟然会对我动手，加上身子笨重，直接被带地摔在了地上。顿时我便感觉小腹一抽，股股阵疼传来，霎时间脸色一白。我捂住小腹焦急喊：孩子！汪一航！可不等我声音发出来，门已经哐一声大力关上，男人已经走了。我疼得额角很快渗出了冷汗，肚子一阵阵抽疼，而后便隐隐感觉到有一股热流顺着大腿刚滑落。我低头看去，便看到大腿下面有鲜红色血液流下。我浑身发冷，心底一阵的恐慌害怕，强撑着身子打了救护车，最终孩子没有保住，我也因为大出血差点没了性命。医生早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，等我被推出手术室以后，我妈哭得泪流满面。曼曼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不好了？还有一航呢？你出这么大事，他那边知不知道？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？我爸在旁沉着脸，很是不悦，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，既然都没接，他做什么去了？听到这话，想到了昏迷前发生的事情，我的委屈再也压不住了，眼泪顺着眼尾流下。我哭着说：爸妈，我要跟汪一航离婚，那个狗男人！我手紧紧攥紧了被褥，
想到自己那已经失去的孩子，泪水就怎么也止不住。那是我的孩子啊，是我盼了那么久的孩子。我每天都数着日子，盼着和他们见面，幻想着以后美好的生活。可他们却被自己亲生父亲害死了。见我哭成这样了，父母两人急得不行，着急问：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汪一航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。我哭着点头，声音沙哑哽咽。我是被那个狗男人推倒才小产的，他却头也没回就走了。他还跟那个林之义滚到了一起去，不知道背着我搞了多少次了。他们太恶心了，我一定要离婚。在听我说完这些日子发生的时候，爸妈都勃然大怒。我妈脸色铁青，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真是不要脸的东西。他们两个竟然搞到了一起去，伤风败俗，到底还要不要脸了？他们两人也是知道林之义存在的，但只以为我们偶然照顾他几分，并不知道其他。听说我们断断续续给他花了几百万，还送了一套房子，都气得不轻。你呀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？刚开始有苗头时你就应该离婚了，哪里等得到现在？我妈发完火后，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如今拖得我2个小外孙儿都没了，你还差点没了命，你这孩子真是让我们担心死。不行，给林之义的那些钱都必须追回来，那是你跟汪一航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外人一点都别想沾。我连连点头，妈，你找个靠谱的人去查一查，咱们得搜集出证据，落实汪一航出轨事实，才能占理，到时候才能分到更多财产。孩子已经没了，如今说什么都晚了，只能拿到更多的钱作为补偿。但我也一定要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爸妈一直在医院陪着我，汪一航的爸妈在国外，只能第2天赶回来。可就这么一直等到了晚上，给男人打了30多通电话，却一直打不通。我爸妈的脸色已经沉得能滴水了。直到我手机微信突然响了，一打开是林之义发的图片，一点开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巨大蛋糕，蛋糕上面写着林姐生日快乐，旁边还放着一束足有半人高的玫瑰花捧。男人满脸笑意地望着面前的女子，抬起手为她擦拭唇角的蛋糕。女子羞涩垂眸，气氛暧昧甜蜜到了极点。图片中主角正是林之义跟汪一航，我顿时瞳孔一缩，忍着怒火翻开下一张，两人在床上抱在一起。汪一航双眼紧闭，那结实健硕的手臂紧紧搂着怀中女子，那张脸正好对着镜头，怀中女子露出张侧脸。曼曼，对不起，听说因为我你跟一航又吵架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喜欢上一航。感情的事情不由人控制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放心，我有自知之明。你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带着囡囡离开这座城市，不会破坏你跟一航之间的感情的。我被气得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，咬牙切齿，真是恨不得现在冲过去给那对奸夫淫妇几巴掌。缓了缓就冷静了下来，然后反手把这个微信截图发到了朋友圈，配文：活久见了，剃发小照顾妻女，这都照顾到床上去了，渣男配贱人。朋友圈的朋友们动动手指，送他们出圈，反手把截图保存。这就是汪一航出轨的证据。我朋友圈有很多的朋友，还有很多客户，这一发直接炸了。我靠，这是林姐吧？她怎么跟汪总混到一起去了？这齐哥当初可是为了救她才没命的，他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啊呀呀，心疼曼曼姐，出轨渣男就该去死。反手转发，齐哥才去世多久啊？他以前跟汪总可是最好的兄弟，
汪总公司做得这么大，少不了齐哥的功劳，他就是这么报答好兄弟的。当初齐哥海上遇难，我跟汪一航都曾发过朋友圈缅怀，因此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存在。林之一生喃喃时，我们夫妻二人都跟他合影发过朋友圈，配文：齐哥安息吧，我们会替你好好照顾嫂子跟侄女的。这下这么一个惊天大瓜，雷得众人不清。下面的留言都是在骂他跟汪一航的，那么狗血的剧情，正好是大家喜欢的，很快就都转发了出去。身边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了这件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汪一航才跟他爸妈姗姗来迟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他急匆匆地到了我的病床前，眼下带着浓浓的乌黑疲惫，明显是宿醉未醒。他很是愧疚哀伤，对不起，我昨天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你摔倒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砰的一声，我爸直接一拳头打在了他脸上。汪一航没有防备，被这一拳打得狼狈倒退几步。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说会护着曼曼一辈子，我这才肯把她嫁给你，你如今就是这么对她的。我爸依旧不解气，抬脚又狠狠踹了男人大腿一脚，非常的暴怒。哎，亲家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汪爸汪妈心一急，连忙上前拦着，我妈也去拦着，别打了。等我爸被拦下来以后，汪一航已经挨了好几下，脸上已经青紫一片，惨不忍睹。他捂着自己的脸，攥紧了拳头，脸色难看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勉强扯起一抹笑容。这几件事的确是我做错了，是我对不起曼曼，岳父打我也是应该的。旁边汪父汪母脸色不太好看。汪母说：亲家，事情的经过我们也听说了，这小夫妻两人吵架也很正常，当时情绪上头，我们一航失了手，也并非故意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害得曼曼小产也是事实，的确是我们一航做的不对。等回去以后，让他跪着给曼曼道歉都行。我妈冷笑：还等着以后？没有以后了，立即离婚。说着，把手机扔到了他面前。你们怕还不知道自己儿子做了什么畜生不如的事吧？自己看看吧。放的正是我刚刚发的朋友圈。汪父汪母不解地看过去，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后，两人皆是神色一变，难以置信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汪父大怒，竟是抬起脚也狠狠踹了汪一航一脚。你对得起小琪那孩子吗？老汪，快住手，别打了！汪母急忙上前拦住了人，然后也失望地望着汪一航，他不可置信。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小琪那孩子多好啊，帮了你多少忙？他才去世多久，你竟然跟林之义搅和在一起了？你真是气死我跟你爸呀！汪一航被这一脚踹得不轻，捂住小腹，冷汗直冒。他抿紧了唇，脸色很是难看。然后也看到了我发的那个朋友圈，他愤怒看向我，质问：李曼曼，谁允许你发这个朋友圈了？还不赶紧删掉！我一直躺在床上，轻笑说：你们竟然敢做，就别怕被人知道。顿了下，唇角勾了勾。哦，我还特意托了人送你们上热搜，让你们之间的这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宣扬出去，让大家都知道汪一航年轻有为，加上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又是一个公司总裁，因此网上年轻粉丝不少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他出轨自己发小妻子的事情传出去，必然会让他身败名裂，甚至会影响到公司股份。果然，听到我的这话，汪一航脸色果然就变了，他怒指着我：你太过分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给公司带来多大麻烦，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冷眼看着他暴跳如雷，
嘲弄，我就是要你们身败名裂。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公司股东们交代吧。也正如我说的那样，经过几个小时的发酵，这件事件已经彻底火了。以前有多喜欢汪一航的粉丝，如今就有多厌恶。网上一片骂声，恶心死了！出轨就算了，自己发小尸骨未寒，却睡人家妻子，怎么能恶心成这样？抵触汪氏企业，绝对不买他们旗下产品。这种人品不端的人做总裁，能做什么好产品？绝对不买。男人不是好东西，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借着丈夫的死，心安理得地接受人家老公给的几百万，还有间房子，又跟汪一航睡在了一起。贱人，他们是真不怕发小在棺材里被气醒，晚上掐死这对狗男女呀！这件事惹起网民的强烈愤怒。这已经不单单是普通的出轨，这是失了做人的底线。霎时间，很多人开始抵触汪氏旗下产品，汪氏股份大跌。而为了摆平民怒，减少影响力，公司的股东们直接全力投票，将汪一航这个总裁卸了职，让他离开公司，甚至让他赔偿因他个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，足足高达几个亿。甚至有网友直接找到了林之义的个人信息，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，周围的邻居亲戚见到他更是没有个好脸色，真正的是见一次骂一次，污言秽语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身子能下床后，我直接起诉了他，要求归还所有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这一日，林之义突然找到了我，直接抱着孩子跪下。几日不见，他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，眼下一片乌青，可见没有休息好。他红着眼睛哀求：曼曼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犯错的是我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将诉求收回去吧。若是将那些钱和房子还给了你，我就无家可归了。楠楠怎么办？我一个人根本养不活他，孩子哭闹不止，是会令人怜惜，可我看着心底却越发的厌恶憎恨。这个孩子可怜，那我那2个都没有机会来这世间看看的孩子，不是更可怜？我冷笑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传唤吧，不是你的东西永远都不是你的，那些钱你一分都别想得到。那日过后，林之义又几次3番想来堵我，但都没有得逞。最终法院宣判，那栋房子以及汪一航背着我花在他身上的所有钱都要还回来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不论汪一航如何的不情愿，也只能与我离了婚。因为过错方是他，甚至因为他失手，害得我小产，加上对社会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，律师心也是偏向我。我分得了夫妻财产的7分，而剩的那2分都不够汪一航去赔偿公司的钱，身上还负债几个亿。因为他身败名裂，声名狼藉，没有一个公司敢聘用他，他只能干起了体力活还债，怕是这辈子都还不起了。林之义被齐哥的婆家直接打了出去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孩子做完亲子鉴定，确认没问题，才留在了婆家。最终没办法，在城市也待不下去，只能灰溜溜回了乡下。而我直接被父母带着去了南方小镇养身体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